先进去。嗨，大家，我们现在来 room tour 给大家看。首先呢，这里就是门的位置，一打开门呢，它这里就有一张床，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沙发区，这边呢是他们的浴室。我看看有没有灯好了。有。哦，打开灯之后，感觉好像好多了，就是干净的，对，大概长这样。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些摆饰之类的。然后这里呢，好像是就是他们是家族的房子，所以他们其实以前就是住在这边。然后有一些艺术品的东西是这个屋主的妹妹，她是一个艺术家之类的，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类似这种画，或是这个画可能就是她妹画的。然后就长这样，然后这是他们的床，然后走过来呢，这可以打开吗？好，打开门之后呢，这里就是他们的厨房区，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吃东西，然后再走过来。这是当初我们看到的时候觉得就是特别喜欢的。要怎么打开？他们就有一个户外的花园，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但是呢，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可能这几天越南都会下雨。唉，好，我们把这个电灯打开看看。哦，其实整个灯，大家看到吗？他们的灯泡打开来之后，就是晚上会比较不一样。然后这里的灯打开是长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呢，他们还有楼上，他们这间房间就是还有一个阁楼。好，我觉得阁楼就是有点太垂直了，好像有点可怕。哦，好像很可怕哎。哦，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好，但是阁楼有灯吗？我看一下，晚上如果在这里睡觉，真的会蛮可怕的。我记得这边应该是有一个灯才对。好，就是这个。好，这里有一个灯。就这样吗？就这样？就这样吗？就一个灯，这样不会太暗了吗？好，总之呢，这里以我这个身高来说，我155，所以我还是可以站得起来的。只是这下去好像会有点可怕但是我想要先让它就是，哦，这里有灯啊！哇！他们灯在上面，这样子不错多了。好，我把这个灯关掉，这样蛮温馨的。好，然后呢，我先把冷气打开好了。好，重点是我现在要如何走下去啊？好可怕哦！天哪！它就这么直哇塞，是这样走吗？很可怕，这个垂直的角度很可怕，还是要侧面走，就像在走那个宿舍的楼梯一样，侧面好像比较好走。好，就这样吧。安全了啊！各位，这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落脚处。我现在这样子看，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住更好一点。就是我们原本你看我们刚刚就是淋雨，我原本会想要住这间呢，就是因为看到他们外面的厨房跟他们的花园，
所以就想要住这一间，但是现在好像就是都没有办法用到了。但是其实我说真的，就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家的楼高是很高的，是比一般的楼可能还来得更高的，所以它就是没有很多的压迫感。你想，就是旁边那个阁楼，就是很像哈利波特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现在里面好像有2个人吧。然后我刚刚就是出去的时候呢，我有先经过他们嘛，就是他们的门是打开的，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好像就是也见怪不怪，这边可能有一些游客还是什么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我们原本就是在想说我们要订饭店，可是呢，就越南这边的饭店大多都比较旧。那你如果要比较新一点的话，可能1个晚上就要3000多块。然后我就觉得啊，感觉好像不太需要，就是在住的方面上花这么多钱。所以呢，我就转去找 Airbnb。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住 Airbnb。但是呢，就是真的要会挑，要会挑好一点的。像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样4个晚上是5000块，2个人5000块，所以1个人呢就是2500，然后等于1天就是600多块。对，所以它其实是很平价的。但当然还有就是再更高级的。那如果我可以再选一次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去选再更高级一点点的 Airbnb， 就是不要为了那个花园，然后就决定要住这里。其实这里也没有不好，可是就是它也没有到非常的完美嘛，所以呢，就是还有可以在网上选择的空间。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钱去住老一点的饭店的话，那你就是用平价的钱，然后去挑选一个还蛮不错的 Airbnb。我其实在看 Airbnb 的时候，发现越南有非常多的 Airbnb， 而且很多都是还蛮新的。然后或是说像我们那种家庭房一样，就可能有2房1厅那一种，或是1房1厅的那一种。对，所以呢，大家可以挑挑看。今天其实也就这样子默默过了半天了。我等一下呢，要拿我的湿纸巾，先去把某一些地方擦一擦，因为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洁癖，所以呢，我就是来打扫一下，然后顺便休息一下，然后看晚上怎么样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大家拜拜。OK。嗨，大家，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背景换了吗？我跟你们说，这就是旅行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临时又换了另外一个住的地方。我跟你说，因为刚刚大家其实看那个影片就知道，刚刚旧的那个房间，就是他要上去那个阁楼，它几乎是垂直的上去，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危险。那你如果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住3、4个晚上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直觉已经觉得这间房间不对的话，那我的个性就是我就是会直接打掉重练。那因为还好，就是我今天退款的话，我今天取消预定的话，它至少是几乎可以拿回1半的钱，然后我就是再去订下一间。那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如果你要说我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了什么，就是我原本就是想说，为什么想要订那间房间，就是因为它可以同时让你体验到、感受到，可能又有越南，然后又有法国的那种多文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想要订那个房间，然后他们又有一个户外花园。可是你们知道，此时此刻台风就要来越南了，就是刚刚好，就是在越南中部跟北部就会有强风跟暴雨，所以呢，我就想说，
好，那既然就是这几天都会有台风，那代表我们可能在房间里面的时间就会更多。那如果我们一整天都要待在这样子的房间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我的旅伴马上，他就是也很尊重我，然后就是我就马上就是取消，然后去订了另外一间。所以呢，我跟你们说，出去玩订房间，就是不要去想什么体验什么文化之类的，你走出去，你去到外面，就是已经是在体验他们的文化了。那住的房间呢，就干干净净、宽宽敞敞，然后舒舒服服的就好了。然后现在呢，大家应该有听到外面有喇叭声，就是这里的隔音好像没有到很好，可是呢，至少我从刚刚上个地方，然后来到下面现在新的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那个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一整栋全部都是他们的类似新的建案之类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栋，然后到他们的旁边这几栋全部都是新的大楼，然后就是有给人家租这种像我们要住几天，或者说他们也有在这边长期的租赁的服务这样子。那它这里呢，就是很像一个家庭式套房，我们就先来 run tour 一下吧，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开心程度跟刚刚开心程度不太一样，对吧？好，那我们就会开始。首先呢，这个是一进来，然后这个是门口，然后就进来，然后厨房的地方就长这个样子。它上面有一个洗衣机，然后一个微波炉，然后这个也是2个电磁炉，然后上面还有抽油烟机。哦，居然还有电锅，然后跟一个很大的一个，哇，2层的洗手台耶，然后跟一个冰箱，然后下面应该就是有一些碗盘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我跟你们说，我刚刚真的不夸张，就是为什么我想要离开刚刚那个地方，是因为上一个我们订的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巷子里面，再进去里面，然后是到很里面，然后你要走2层楼的楼梯。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可是就是它跟隔壁住的离得太近了，然后刚刚如果你们有仔细看我刚就是我前面的影片的话，你们看就会看到说，我们就其实在一出来要下楼的时候，我们的左手边就有一个就像现在这个厨房大小的家，就是我觉得是隐秘度其实是不太够的。虽然说住的是女生，然后有年轻女生，然后刚刚我下去的时候呢，我离开的时候看到又是一个长辈女生奶奶在那边，可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太近了，太体验到当地人的生活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距离感，所以呢，我就搬走了。好，我们继续。再来呢，这边是一个饮水机，然后他们有给我们2瓶水，可是呢，我还是会去外面买瓶装水。这里就是一个餐桌，然后再过来就是一个沙发，然后跟一个电视。老实说，它其实还蛮简陋的，就是明明就是一个新的大楼，可是这个桌子就是黄黄的，但可能是我要求太多了。可是就是你们懂的，就是虽然是新大楼，但是里面就是看起来还是不够那么新的感觉。好，没关系。好，接下来是第一个房间。第一个房间进来长这个样子，旁边有一个衣柜，然后它这一间呢里面是有厕所的。可是呢，我又有话要说了。反正呢，我跟你们说，这间已经比上间好太多，这间已经是5星级的饭店了。就是这些都很干净，可是我个人就是很不喜欢浴缸，尤其是如果你不是那种超级高级的酒店的话，就我不喜欢浴缸，我就觉得浴缸很容易藏污纳垢。嗨，大家好，这个就是第一个房间，然后再走过来呢是另外一个浴室，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浴室，就是一个独立的干湿分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要来这边洗澡，嘿嘿。好，这是第2间，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通风的吧。好，这个是另外一间卧室，这间卧室它可能比较不会有阳光的照射，就是它旁边是另外一个房子之类的。
但是也没有靠得很近，然后也不太会直接看到，所以其实也还好，只是说它的阳光就是不会这么大。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柜，但是这间就没有它的单独的浴室，它的浴室就是在这边。可是呢，我现在可以在这里旋转跳跃跳跃，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真的非常开心。总之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现在坐下来跟大家聊天。大家，我现在真的觉得好开心哦！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我觉得以所有的综合条件来说，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真的已经很幸福了。然后你要吃什么样子的东西，你要去做什么样子的娱乐，在台湾好像都可以体验得到。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嘛。你看，我就是走出来之后才会知道说我们哪里还能够进步，然后我们哪里其实已经不错了。就是这种幸福感、知足感，其实真的都是比较出来的。可是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很旅游中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其实这一个位置呢，是我们完全不会考虑住在这边的。我觉得就连你可能第一次来河内的人，你可能也都不会考虑要住在这个区域，因为这边离环建湖那个市中心，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火车街啊，然后各种市中心的点，真的有一段距离，就是坐车可能要20到30分钟。这里旁边呢就是西湖，我刚从杭州的西湖回来，结果现在居然在河内的西湖，而且西湖好像也是河内最大的湖。而且刚刚因为司机呢他就有开过头，所以呢我就刚好看到从我们这条路旁边就是再走下去，旁边就是西湖本湖了，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近。然后我们其实也有安排一个点是在西湖附近，就是西湖附近有一个比较少观光客，但是它又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只是呢，如果我们要去市中心的话，我们就是真的要安排可能1天都要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意外的安排，就是也许我们台风天然后住在这里。而且我跟你说，对，就是因为台风天，然后为什么我下定决心真的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如果现在真的台风，然后我们真的去哪里都去不了，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到市中心的话，其实市中心那边真的会很乱很杂，然后车子有很多，因为我今天已经去市中心逛了半天了，然后真的很多的店你根本就会很难，就真的眼花缭乱，你会不太知道说这个店到底是在卖什么，然后就是很多巷子里面有啊，然后哪里就是各种店。可是在西湖这个地方，它就是一条直直的道路，然后旁边2条就是很多商店，所以就会变得很整齐，你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且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料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也是蛮方便的。我今天在市中心那边，其实我逛了半天，你们就是看我的影片，你们就知道，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吃哪一间东西。但是在这里呢，因为每一间都是店面，所以你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去选择你要去吃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还蛮方便的一个地方。但反正就是这边也都是用 Grab， 然后 Grab 也是算是蛮平价而且又很方便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就是你可以用小钱解决的事情，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拘泥于这些东西，就觉得说好像离市中心比较远啊，还是什么的。就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还蛮不错、值得去的地方。所以呢，也因为这次这样在安排，所以我们住到了一个我们就是原本都不会选择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安排。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晚上在这边睡觉，然后就可以觉得很舒服，然后上厕所也会觉得很舒服。因为我跟你们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在意厕所这件事情。然后我刚刚又再重新回去看了一次我刚刚前一个预定的房间还有照片，他的房间照片呢，就是他调色调得非常的好看，可能就是用 Visco 去调色的吧，然后角度那些也都抓得很漂亮，
所以呢，你就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房间实际的长相。那这个房间的照片呢，它完全就是原色，就是用一般的相机，没有去做额外调色。所以我提醒大家，你们要去选这种 Airbnb 的时候呢，不管是 Airbnb 还是什么，就是照片不要选那种有过多调色。现在走路经过了这间好像是米其林餐厅，然后看大家评论都蛮好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试试看吧。Thank you. It's a golden knife. Okay. Thank you. 春卷里面有虾子跟猪肉，还有胡麻酱。里面就是各种腌萝卜、腌黄瓜，咬起来很脆很脆。但它这个酱吃不太出来是什么，有点冰沙感的花生酱。他点了一个他们的猪肋排，然后给了一碗饭。它旁边放的这个是类似香茅的味道。专心吃饭，来对面的超市买个东西。而且他们这边还有水果，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水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水果，有这个好像什么佛手瓜吧，我也不太确定。苹果，然后我等一下要买水。这里卖很多东西，然后果酱，然后我想要买个浴巾。姐姐买了一杯饮料，然后我现在要回去了。Good night， 拜拜，拜拜。你好。刚刚去做一些采买，买了2包卫生纸，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毛巾、1瓶水、雪碧、椰子水，然后跟纸杯，这样子这边是178块。然后买了一杯，这个有点像越南的 Coco， 然后这个是什么热带水果波霸奶茶，我就想要喝喝看他们的这个波霸跟台湾的波霸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就买了。原本想说买了雪碧应该就不会买饮料，但是呢后来还是买了，反正呢，明天我的伙伴就到了，然后我就把它冰冰箱，然后我们就休息。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